直播采访主持人问我，如果不在娱乐圈，你会做什么？回家继承亿万家产。我随口说道，话一出，我直接被冲上了热搜，所有人都讽刺我一个18线小糊咖居然还异想天开。可退圈后，我真就成了娱乐圈背后的资本大佬。我和季伯昌一起接受直播采访，我俩同期出道，在娱乐圈摸爬滚打5年，我依旧是个不温不火的18线小糊咖，而季伯昌早就成了1线顶流。采访中，主持人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围绕季伯昌，我在旁边像个摆设。不过这么多年，我早习惯了，弹幕上也全都是季伯昌的音源声，偶尔有我的弹幕，还都在嘲笑我。同期出道，一个天一个地，王峰怎么好意思和季伯昌上一个节目？他都不害臊吗？据说当年王峰还和影后白宁冰传出过绯闻，笑死了。白宁冰怎么可能和王峰在一起？肯定是王峰想要和我们影后炒 CP， 还是白宁冰和季伯昌绝配？绝配！我看着直播间的弹幕，不由得暗自冷笑。当年我和白宁冰交往过，结果因为白宁冰和季伯昌合作了一部电视剧，我就被劈腿了。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被白宁冰承认过。现在还经常被人挖出来讽刺，说我倒贴白宁冰，人家都不稀罕。季伯昌，如果你退圈，你会做什么？主持人问季伯昌，回归家庭吧。季伯昌犹豫了一下，笑着回答。弹幕又疯狂了啊！季伯昌和白宁冰是不是要宣布什么了？听说双方已经见家长了。主持人调侃道。弹幕都在说，你和白宁冰是不是好事将近了？不是，大家误会了。季伯昌连忙澄清，我和冰冰现在虽然很稳定，但还是会以工作为主。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好消息，我和冰冰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你为什么有要回归家庭的想法呢？主持人顺势问道。因为家庭幸福很重要，两个人不能都忙于事业，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退圈了，我会回归家庭。季伯昌三观好正啊，谁嫁到就是谁的福气。季伯昌出身豪门，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和一般人不同，不懂就问。季伯昌家境很好吗？你上网查查南城季家就知道了，不说南城首富，但也绝对是南城财富榜前3。我皱眉，南城季家什么时候和季伯昌扯上关系了？此时主持人突然转头问我，王峰，如果你退圈，你会做什么呢？大概是觉得一直冷落我，也有点过意不去。我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道，回家继承亿万家产。什么？主持人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又重复地问了我一句，我刚刚是问你退圈后你想要做什么？回家继承家业啊。我说的坦然，5年期限已经到了，当初执意要进娱乐圈，就和家里人约法3章，如果5年内我在娱乐圈没有任何起色，就必须回家继承家业。前几天我那首富老爸才打电话来提醒了我，我能唐突地问一句，你家是做什么的？还需要你回去继承？主持人好笑地问我，语气中带着讥讽。季伯昌坐在旁边，眼底也闪过一丝嘲笑，不过是转瞬即逝，毕竟是直播，当着万千网友的面，季伯昌还要立他的人设，自然不会真的表露什么情绪出来，什么都涉及一点，主要还是做商业投资。我回答道，确实是太多领域，一时也说不清楚，就说的比较笼统，可在别人眼里就觉得我在欺骗敷衍。此刻弹幕又疯狂了起来，王峰是不是有病？什么都和季伯昌比。刚刚有人说了季伯昌家境殷实，现在王峰就说他要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开玩笑都不带这么开的，他就是见不得季伯昌什么都比他强吧。他要是有亿万家产，我就直播吃翔，恶心死了。自己比不上季伯昌，就开始招摇撞骗了，说自己家有亿万家产，笑死，谁会相信呢？我看着弹幕也有些生气，想要解释，主持人直接说道，王峰很幽默，很会给我们直播间活跃气氛，粉丝们不用太较真，看似在为我解围，实际上就是不相信我的话，还当众打了我的脸。我说的是真的，我无语。接下来是季伯昌的粉丝特别想要让我问你的问题，主持人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很想知道你身材这么好，平时都是怎么健身的？季伯昌一一回答着主持人，两个人的气氛很是融洽。而后将近半个小时的采访，我没能再说一句话。直播结束，所有人走出直播厅，季伯昌的经纪人助理都在等他，还有白宁冰，他捧着巨大的一束玫瑰花，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送给了季伯昌。两个人的甜蜜真是羡煞旁人。我冷漠地从他们身边离开，对于我这种小糊咖，自然没有任何人懂我。不过我姐刚刚打电话说要来接我，但路上有点堵车，我全副武装地站在门口处等她。王峰，你真的犯不着什么都去和季伯昌比。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回头看着刚刚还在和季伯昌深情相拥的白宁冰。白宁冰和我是一个经纪公司，他比我先出道2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个小糊咖，手上基本没活。我一进公司，白宁冰就说对我一见钟情。刚开始我是拒绝的，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家人到娱乐圈发展，不想因为谈恋爱影响到事业，但最后还是没有抵住白宁冰对我的温柔甜蜜，答应了和他交往。不过公司不允许艺人，特别是新晋艺人谈恋爱，我们只能搞地下工作。在秘密交往期间，白宁冰的演艺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大多数工作都是我通过我家里人的关系帮他拿下的，特别是那部让他爆火的电影，为了让他做女1号，我爸直接成为了投资人。然而谁能想到，他爆火之后，就和剧中的男1号季伯昌官宣了恋情。刚开始还骗我说只是为了炒作，为了宣传造势，直到后来有狗仔拍到他在季伯昌家里过夜，才给我摊牌，说瞒着我是怕我太过伤心接受不了。我知道白宁冰是担心我一气之下爆了我和他交往的料，他之前一直立着单身人设，好不容易才红了起来，怕他防影响星途。虽然我进娱乐圈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红，而是了解这个市场，方便以后做项目投资，早晚我还是会回家继承家业，但也不代表我就该当那个冤大头，无条件的接受白宁冰对我的背叛。我当初甚至为了不让白宁冰有负担，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暗地里都为他做过什么。不过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释怀，人生道路这么长，谁能保证不遇到1、2个渣女？尤其是在娱乐圈，就当是一个教训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也会在娱乐圈搞事业，和气生财，不想和任何人结仇。所以在被劈腿后，我和白宁冰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分的手。分手后2个人也没有任何联系和交集，就算经常被白宁冰的粉丝讽刺我
倒贴他，我也没有做任何回应。直到今天，白宁冰主动来和我说话，我冷冷淡淡的看着他。从分手那一天开始，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就毫无意义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舒坦我和季伯昌在一起，所以处处都要和季伯昌比较。白宁冰无奈道，但像季伯昌这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纵观整个娱乐圈有谁能比得上他？更何况一无所有的你。我被气笑了。季伯昌含着金钥匙出生，我一无所有。他怕是不知道，季伯昌为了得到一个角色，被潜规则了多少次，更是不知道我家的家产压下来，能把他们这对狗男女压成烂饼。你别怪我说话难听，我们相恋一场，我也是不想你太难看。你应该也知道，现在外界讽刺你的声音有多难听。白宁冰看上去一脸好心，虽然黑红也是红，但做人还是要有点脸皮。哈哈，我被气笑了。你还知道做人要有点脸皮？当初你劈腿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捡起你的脸皮呢？白宁冰脸色一下就变了，他恼羞成怒地说道：王峰，你知道我现在多忙吗？你知道我的通告有多满吗？我是为你好才会给你说这些话。你以为我一天闲着没事干要在你身上来浪费时间？那就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最好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碍着我的眼了。我没好气地回对他，对于这种渣女，真的不需要给她什么好脸色。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半点自知之明，你不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啊？我主动关心你，你不但不感恩，却还这般趾高气昂。我本来还想着以我在娱乐圈的地位，念着旧情给你介绍资源，你既然这么不知好歹，那就算了。白宁冰一脸高傲，我冷哼一笑，谁稀罕？我想要资源，想要走后门，还需要你来帮我。我懒得再搭理白宁冰。此刻我姐也已经开着她的劳斯莱斯来接我了，我直接就要从白宁冰身边走过。王峰，白宁冰突然挡在我的面前，被我这般无视，看上去他是怒火中烧了。难怪5年了你在娱乐圈一点起色都没有，像你这种不求上进的人，一辈子也都别想在娱乐圈出人头地。不对，不只是娱乐圈，在哪里你都不会好过。白宁冰愤怒地说道。现在我真的是无比庆幸我选择了季伯昌，而不是和你这种人浪费光阴。白宁冰，话别说得太满，很容易被打脸的。我冷笑道。不过你倒也确实说得很对，我是很庆幸没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时间。白宁冰气急，又狠狠地说道。王峰，我就直白地告诉你，我即将接一部 S 级的电视剧，看你发展的这么不顺，本想捞你一把，给你介绍导演，出演里面的男3号。我冷笑出声，满脸不屑，我真不稀罕。白宁冰还想说什么，我是真的没耐心了，让开，好狗不挡道。我怒目而视，白宁冰气得牙痒痒的，却也没有让，应该是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我对他这般冷漠。他大概以为他现在在娱乐圈发展的这么好，我就该像舔狗一样的对他，就像当年我们分手的时候，白宁冰也总以为我会对他死缠烂打，结果没想到我比他还要干脆利索。彼此僵持的那一刻，白宁冰突然被人从后面一把推开了，动作有些粗鲁，白宁冰差点没有摔个狗吃屎。他回头愤怒地看着推他的人，我姐压根没看他一眼，只询问了我一句：这人谁啊？一条野狗。我回答：王峰。白宁冰气急败坏，警告你离王峰远点，否则我弄死你。我姐站我旁边冷声威胁。白宁冰狠狠地看着我和我姐，那一刻自然也看到了我姐身后站着的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没再作声。何况白宁冰还是公众人物，也不敢滋事，他就只能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和我姐上了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扬长而去。坐在轿车上，白宁冰又给我发来了信息，当初分手分得很利落，所以并没有闹到需要拉黑彼此联系方式的地步。王峰，我倒是没想到你居然被潜规则，亏我还因为对你愧疚一直放心不下你，没想到还是我在自作多情。隔着屏幕，我都能够闻到白宁冰的酸臭味。我没搭理他，此刻正在和我姐谈关于我退圈的事情，白宁冰却不依不饶，信息声一直不断，口吻也是越来越恶劣。真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贱吗？你和季伯昌完全没得比，季伯昌就算再不济，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你真的是颠覆了你在我心目中的所有形象，我还一直认为你很清高，是我高估你了。我被信息声吵得心烦，受不了的回复了句：你如果不怕我把你的聊天记录发给媒体，就给我闭嘴。一句话直接让白宁冰消停了。我冷笑了一下，是真的觉得很讽刺。对白宁冰而言，事业比什么都重要。当初选择季伯昌也是爱慕虚荣，趋炎附势吧。当然我对他也没有任何期待，早看透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打发完了白宁冰，又接到了我经纪人的电话，那边冷声问我在哪儿。回家的路上。你今天在直播采访中乱说什么？你什么身份？你去和季伯昌比？经纪人劈头盖脸的指责我。你知道你现在被骂上热搜了吗？我老早就提醒过你，我们公司不需要黑红艺人，你非往死里做，是不是想要公司彻底放弃你？那就放弃吧，我本来就打算和公司解约了，更何况公司确实也没有捧过我。怎么，你还来威胁我？经纪人声音明显高昂了些。当年我到底是为什么签了你？要是签了和你同期的季伯昌，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这能怪谁？怪你自己眼瞎。我嘲讽。够了，王峰，我不想和你废话了。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回来录一段视频给大众道歉，就说刚刚在直播上是为了活跃气氛开玩笑的。我没开玩笑，我一字一顿的说道，意思是你家真有矿了。经纪人讽刺我，你家有矿？怎么没见你家拿钱出来捧你？你家有矿，这么多年你还能混成这个死样？我混成这样，你作为我的经纪人，不应该在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经纪人被我对的心虚，我不想和你争辩了，你现在给我回来把视频录了。不录，王峰，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是不是？你敢拒绝公司的安排，信不信公司马上雪藏了你？不用这么麻烦，直接解约就行。我冷冷的说道。解约？你以为你想解约就能解约？你和公司的合约还有大半年，提前解约你赔得起违约金吗？不需要你操心，我不想和他废话了，直言道，明天我来公司找你。然后挂了电话，顺带关了机。我姐看着我一系列的操作，笑问我，终于觉得娱乐圈没意思了？早觉得没意思了，不过就是为了考察市场，所以多待了段时间。明天需要我陪你去解约吗？不用，果然是我家的人，天生霸气。我姐称赞。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经纪公司。昨天我在直播间说要继承亿万家产的新闻还在热搜第1的位置挂着，下面的评论清一色都在骂我不要脸。我为数不多的粉丝也倒戈了，说他们不支持撒谎精。我倒是无所谓，反正要退圈了。到了公司，除了经纪人冷着一张脸在等我之外，白宁冰也在。
在，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明显是故意来看我笑话的。真是小人得志，王大少爷舍得亲自来公司了。经纪人阴阳怪气地开口，话一出，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一些艺人也都忍不住嘲笑出声。我来解约的，我无动于衷，表情冷漠。可以啊。经纪人不缓不急地拿出了我的合同，按照合同规定，艺人提前毁约必须支付经纪公司3000万的违约金。我眉头微紧，不是被这笔数字惊吓，而是记忆中根本不需要支付这么多。作为一名合格的商人，怎么能吃了这种亏？我顺手拿起那份合同看了起来。经纪人看我模样，开始嘲讽：怎么，不是家里有亿万家产吗？不会连区3000万都拿不出来吧？不过说真的，王峰，你进圈5年了，你赚到3000万了吗？300万都不到。认定了我拿不出这笔钱，他喋喋不休地继续说道：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还有10个月合同到期，你要是乖乖听话，公司或许还能够和你续约，否则以你现在的商业价值，根本没有任何经纪公司会签你。啪的一声，我把合同甩在了经纪人面前。经纪人被吓了一跳，他怔怔地看着我，心有余悸地吼道：你发什么疯？这里写得很清楚，合同到期低于1年，违约金只需要支付60%，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支付1800万，1800万你就能够拿出来了吗？笑死！刷卡，我拿出一张黑卡放在他的面前。经纪人不相信地看着我，1800万，从此我们互不相干，你哪里来的钱？经纪人看着我的卡，冲我问道：毕竟我在娱乐圈确实没赚到几个钱，还能哪里来的钱？背后有金主了呗。白宁斌开口，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昨天去接纪伯昌，刚好撞到他上了一辆顶配限量版劳斯莱斯。王峰，你还真是很能啊！经纪人火冒三丈，当初我让你去酒局陪喝个酒你都不愿意，现在转身绑上富婆就翻脸不认人了是不是？这是我家的钱，我实在无语，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当初你要能听我的话，你现在能糊成这样，结果到最后还是走了这条路。经纪人越说越鄙夷，亏我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5年，在我身上浪费5年，我提高音量也不再惯着他。自从我拒绝潜规则后，你就压根没管过我，这5年我为数不多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谈下来的，你好意思说浪费？要说浪费也是为我自己感到不值，当着公司这么多人的面，我丝毫没有给他任何面子。经纪人恼羞成怒，你别以为你有了金主就能够在娱乐圈得意忘形，我在娱乐圈20年，我想要封杀谁，轻而易举。经纪人大声威胁我，那就拭目以待吧。笑死，他现在不停巴结的资本大佬是我亲爸，我会怕了他不成？和经纪公司解除了合约，我就离开了。白宁斌又在门口堵我，我就不明白一个人的脸皮有多厚，才能这么理所当然的出现在我面前。王峰，你是想要把娱乐圈的人都得罪个遍吗？白宁斌冷笑着问我，得罪我，得罪纪伯昌，还得罪你的经纪公司，不就是攀上了顾家大小姐吗？白宁斌口中的顾家大小姐就是我姐，王峰是我的艺名，我真名叫顾峰，换成我妈的姓氏主要是不想在娱乐圈引起没必要的麻烦，没想到我会查到是吧？白宁斌看我没说话，又洋洋得意地说道，全南城只有顾家才有那辆限量版劳斯莱斯，然后呢？我一脸无动于衷，你一旦被曝光了，你觉得顾家会要你这么一个黑红的18线小胡咖吗？当然，我斩钉截铁，王峰，你真的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豪门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豪门怎么想的？你知道纪伯昌就是豪门出身，我当然知道他是豪门出身，我真的笑出了声。他是豪门出身，他带你去过豪门吗？我们还没到谈婚论娶的地步。白宁斌找借口，现在全网皆知你们俩感情好的不得了，都这样了，你还没见过纪伯昌的父母？纪伯昌父母那么忙，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所事事吗？你不觉得你在自欺欺人吗？白宁斌，你和纪伯昌交往了3年，不是3天，再忙的人3年抽不出1天半天。我越说越讽刺，我和纪伯昌的事情不需要你管。白宁斌被说的动气了，同理，我的事情也不需要你来操心，我是为你好。白宁斌愤怒地说道，不稀罕，有那份闲工夫，倒不如把精力多放在纪伯昌身上，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你什么意思？白宁斌明显听出来我的意有所指，自己去领会。我告诉你王峰，不管你怎么努力，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比得上纪伯昌，就他的出身，你就望尘莫及。我冷冷一笑，之前是真没想过要用自己的出身去炫耀什么，现在这一刻反而有点想要看看白宁斌知道我是首富之子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走着瞧吧。我丢下一句话，从白宁斌面前离开。现在口说无凭，白宁斌不会信我，反正他很快就会被打脸了。我和经纪公司解约的事情再一次被冲上了热搜，评论区恶评无数。不是有亿万家产要继承吗？结果因为自己的大言不惭被经纪公司解约了，这简直是2025年开年最好笑的一个笑话。我还等着王峰能够逆风翻盘，笑死了，果然高估了他。之前就蹭白宁斌的热度，让他有了一定知名度，否则谁认识他一个18线外的小胡咖？现在又想蹭我们家纪伯昌的热度，谁知道居然翻车了，真是活该。与此同时，纪伯昌和白宁斌刚好有一场回馈粉丝的新年连麦直播，因为我的热搜给他们俩的直播间倒是爆引了一波流量，弹幕上都在让纪伯昌和白宁斌说一下关于我有亿万家产要继承，又被经纪公司解约的事情。白宁斌先做了回应，我和王峰是一个经纪公司一个经纪人，对于他被公司解约这件事情，可能中间有误会，是王峰自己主动要求和公司解约的，公司并没有亏待过他。什么？王峰居然还敢解约？他解约了谁还签他？艺人主动解约，不是应该付违约金？他有钱付违约金吗？其他就不太清楚了，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白宁斌安抚激动的粉丝，粉丝根本不听，弹幕上还在不停的滚动着。王峰身后不会是有了金主吧？否则他哪里来的钱付违约金？别说违约金了，他现在什么咖位敢和经纪公司解约？以他的口碑谁还敢用他？因为白宁斌的一句话，王峰支付大额违约金，疑似背后有金主的新闻又一度冲上了热搜榜。我真没想到退圈后我居然爆火了。此刻纪伯昌又在他的直播间对我的事情做了回应，我和王峰一起出道，
之前也有过几次合作，但只是泛泛之交，所以不清楚他家具体的家境情况。但既然他说他家有亿万家产，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信。纪伯昌此话一出，弹幕上就又是恭维的声音。纪伯昌性格真的太好了，所有人都知道王峰是个假少爷，他却还愿意相信他。人与人之间怎么差距这么大？纪伯昌，你带我们看看豪门到底长什么样子吧，带我们直播参观一下你家豪宅行不行？最后这条评论直接被刷屏了。纪伯昌一直在找话题转移，就像是没有看到弹幕一样。连麦的白宁冰在这个时候突然开口了：伯昌，你就满足一下粉丝们的新年愿望吧。纪伯昌被白宁冰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压根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他笑着说道：粉丝的新年愿望当然要满足，等确定了时间，我就带粉丝们参观我家。我看着纪伯昌那尴尬的笑，南城纪家可从来没有一个叫纪伯昌的儿子，只有个叫纪然的，是我表弟。我倒是很想知道他怎么把这个世纪大谎圆过去。两个人的直播结束后，纪伯昌宠粉答应参观豪宅冲上了热搜，全网都在期待参观纪伯昌的豪宅，而我也开始接手家业，成为了娱乐圈的资本大佬，手上投资了好几个热度很高的节目，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差点忘了纪伯昌要直播参观他家豪宅的事情。白宁冰得意洋洋地发信息给我：王峰，你不一直嫉妒纪伯昌，还要诽谤他吗？今天下午3点他要直播他家的豪宅，你不去看看？纪伯昌胆子还真够大的，我还以为他会搪塞过去，这才半个月不到就真的要直播了，就不怕他防？谢谢提醒，会准时收看的。我回了白宁冰一句，白宁冰非要往枪口上撞，我就成全了他。我转头就给我表弟发了一个信息：你爸该不会真的有一个私生子吧？开什么国际玩笑，我都忍纪伯昌很久了，今天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飞机，惹怒我了，我就当场撕了他。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纪然的愤怒。下午3点，纪伯昌果然如约在直播间带粉丝参观他的豪宅了，真是一眼假，这哪里是纪家，不知道是哪个不知名地段的三流别墅。直播一上线，粉丝就开始无脑吹捧了。哇，纪伯昌的家好大好漂亮啊，不愧是南城财富榜上排名前3的纪家，豪气十足。纪伯昌果然出生即巅峰，又让我想起了某个不知名男艺人说自己家有亿万家产要继承。我一边工作一边看着纪伯昌的直播，看着那么多恭维他的粉丝，越发的好笑。纪伯昌非常敬业地带着粉丝们参观着他家的豪宅，粉丝也很捧场，直播间的礼物更是豪气十足。纪伯昌体贴的让大家不要刷礼物，还很无助的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关礼物，又惹得一波粉丝疯狂刷屏。电话突然响起，白宁冰打过来的，他嘚瑟的说道：王峰，你现在终于看到你和纪伯昌的差距了吗？纪伯昌家的豪宅你这辈子想都别想，你该不会对我旧情难忘吧？我实在是对他没有足够的耐烦心，我会对你旧情难忘？你也不看看你和纪伯昌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我眼瞎吗？那你一直缠着我做什么？我在可怜你？大可不必。我看了一眼直播，你还是去可怜可怜你的纪伯昌男神吧，毕竟现在直播开始变得不太平了。白宁冰似乎也发现了，连忙就挂断了电话。纪伯昌的直播间有人提出了异议，这根本就不是南城纪家的豪宅，而且纪家根本没有人叫纪伯昌，你乱说什么？说不定纪伯昌只是艺名，别不懂装懂，滚开！有个自称纪家真少爷的人刚刚发了一段视频，说他们纪家和纪伯昌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赶紧搜南城纪大少爷。直播间变得混乱，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纪伯昌直播了一半就慌慌张张地下了线。很快，纪伯昌疑似身份作假，冒充豪门少爷的新闻上了热搜，有人开始扒出纪伯昌直播的那个别墅，很多网红都去打过卡，那里分明就不是一个固定住宅，是房东拿出来出租的。再后来，很多自称认识南城纪家少爷的博主开始在网上打假纪伯昌，说纪家唯一的少爷叫纪然，也就是账号叫南城纪大少爷的，和纪伯昌完全不沾边，顺带也把纪伯昌真正的出身扒了出来，父母只是普通工人，原生家境清寒。可尽管如此，依旧还是有无数无脑粉丝在极力为纪伯昌辩护，不管外界怎么说，就认定了纪伯昌就是纪家大少爷，其他人就是为了蹭他家爱豆的热度，还去纪然的评论区骂人。纪然直接发了律师函出来，要求纪伯昌要么出面澄清，要么法庭上见。事情彻底闹大，纪伯昌被迫无奈开了记者招待会，声泪俱下的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南城纪家，他也没有说过他家是豪门，粉丝们想要看豪宅，他只是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这番话俨然是坐实了他和南城纪家没有任何关系，也激起了粉丝的愤怒。之前纪伯昌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和纪家的关系，现在却说什么都不知情，粉丝又不都是大冤头。瞬间，纪伯昌脱粉无数，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接着又有人爆料纪伯昌一直都是靠潜规则上位，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火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恭维你，一旦被踩下来，无数人落井下石。其实也不怪这么多人针对纪伯昌，纪伯昌在圈内出了名喜欢抢别人的角色，才出道时我也被纪伯昌抢过。据说纪伯昌第一个让他有名气的角色最开始定的就是我，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暗中走了特殊渠道，而且还不止我，好多圈中人都深受其害。但因为大家都以为纪伯昌是南城纪家大少爷，畏惧资本的力量不敢正面撕他，我当初又一心想要捧红白宁冰，再后来知道他抢了我角色后，也没和他计较。不过天道轮回，纪伯昌终于落得应有的下场。纪伯昌彻底塌房后1周，白宁冰的经纪公司对外宣布了白宁冰和纪伯昌分手的消息。此消息一出，白宁冰的口碑出现2极分化，忠实粉丝说白宁冰三观很正，就该和劣质艺人保持距离，更多粉丝却觉得白宁冰在过河拆桥。纪伯昌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白宁冰人品也好不到哪里去。白宁冰的危机公关还没处理好，纪伯昌突然开了直播，控诉白宁冰对他的冷血无情，甚至揭露了白宁冰和我交往过的事实。纪伯昌在直播间大肆爆料白宁冰，说白宁冰就是个爱慕虚荣的小人，当初为了和知名度更高的他在一起，就狠心甩了默默陪在他身边的我。还说白宁冰有一次喝醉了告诉他，他之所以当初会追我，只是因为看到我开着豪车，他以为我是有钱人，却没想到我一贫如洗。现在他塌房了，白宁冰就再次露出了他的真面目，翻脸不认人，不仅不恋旧情，还将他推入深渊。他说的义愤填膺，虽然没有人在同情他，毕竟他做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可他实实在在的把白宁冰给拉下了水。白宁冰当即就给我打了电话，急切的说道：王峰，你
你对外说我没有和你交往过，我给你500万，不可能。我毫不犹豫的直接拒绝了。我没主动去撕白宁冰是觉得没必要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也不代表我会拒绝这种坐享其成的好事儿。看着他们之间狗咬狗，我心里爽得很。你开价，你要多少？白宁冰咬牙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白宁冰在季伯昌撕你之前，应该是找过你吧？怎么，你没答应他的条件？不用想也知道，季伯昌和白宁冰是谈崩了，季伯昌才会有这么一出。那男人疯了，他居然要价5000万，他凭什么觉得他这个满身都是负面新闻的男人值这个价？白宁冰暴怒的吼道。所以自己抠门，怪得了谁？1000万，你就说我们没有交往过？白宁冰狠狠地说道。不可能，我再次拒绝。王峰，你别不知好歹，1000万对你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别像季伯昌，只会落得个一无所有。你最好是见好就收。白宁冰这个时候居然还在威胁我，那就看看最后到底谁会一无所有。我直接挂了电话，然后把白宁冰拉黑了，留着他的联系方式，简直是耻辱。我本以为白宁冰就会跟着一起塌房了，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反倒是我被顶上了热搜。热搜词条是王峰背后的金主疑似是首富大小姐，新闻上有我跟我姐一起上车的照片，那个角度不用想也知道是那天白宁冰拍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条新闻是白宁冰爆出去的，为的就是用我的新闻去压下他的负面新闻，娱乐圈惯用的公关手段。白宁冰还真的是很喜欢把自己往死里做，我姐都要气死了。小峰，你到底在忍什么？之前被人说你冒称富家少爷，爸就说要公布你的身份，你说不用，你想低调，但现在他们都骑到咱头上了，你还能忍？我其实不是忍，就是想心无旁骛的先搞事业，反正事业搞起来了，我的身份就会浮出水面，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但现在白宁冰是真的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不忍了，我要让白宁冰死得难看。我有金主的热搜刚上去，白宁冰的经纪公司又买了一条对白宁冰利好的热搜。白宁冰即将和舞蹈合作的年度 S 级大制作电视剧战年将于明年和大家见面，真是下了血本去保全白宁冰，用尽手段转移大众视线。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部电视剧根本就还没有定下女主角，只是白宁冰经纪公司一直觉得白宁冰的竞争力很大，基本上8、9不离10。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部电视剧的幕后投资人是我从来就没想过让白宁冰来演，甚至于我前经纪公司的所有艺人都已经被我拉入了黑名单。现在也该是我反击的时候了。我用我的官方认证账号，在白宁冰经纪公司发布的那条热搜下给予了评论。目前这部电视剧暂时还没有定下女主角是谁，请贵公司不要随意带节奏。我的评论一出，瞬间遭到了粉丝的群攻。你开什么玩笑？又来蹭我们家姐姐的热度了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角色没定？简直笑死！一个18线胡咖居然大言不惭的说这种话，你们怕是忘了人家有金主了，现在有底气了，哗众取宠，这种人恶心死了。白宁冰被我拉黑了，没能给我打电话，经纪人给我打了过来，劈头就是一顿骂。王峰，你疯了吗？白宁冰的工作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怎么解约了？后悔了？想要找存在感？我还没说话，白宁冰拿过电话冲我吼道：现在后悔没有给我澄清了？我早就警告过你见好就收，1000万没有了，活该。这样，经纪人又插嘴道：你现在把评论删了，并给白宁冰澄清你们没有交往过。我本着人道主义，给你500万，留着给你家白宁冰买热搜吧。王峰，你别不知好歹。我直接挂了电话。与此同时，我评论区下面电视剧制作单位的官方账号给我点了赞，并留言道：本剧的女主角确实没有定，且不会考虑和白宁冰合作。此评论一出，评论区直接炸了。搞什么？不是说已经接了吗？临时换角，制作方给王峰点赞并发声支持他什么来头？难不成王峰背后的金主真的是顾大小姐？小人得志，你是不是故意在报复我家姐姐，把我姐姐的角色还给她？我开始做出回应后，我家里人终于坐不住了。顾氏集团官方账号来我评论区留言：王峰本名顾峰，顾氏集团合法继承人，现主要负责顾氏旗下娱乐圈的项目投资，是战年的出品人。紧接着我姐留言了：弟弟，早让你回家继承家业了，娱乐圈有什么好玩的？既然也来凑热闹了，表哥都说戏子无情，你还是赶紧远离他们，回归我们的怀抱吧。戏子显然是在讽刺季伯昌和白宁冰，评论区立马疯了。天，王峰居然真的有亿万家产要继承，结果我们都误会王峰了，他真的出身豪门，季伯昌才是那个撒谎精儿。那天的直播采访，现在回看，真的觉得主持人和季伯昌都是个笑话，他们怎么好意思嘲笑王峰的？如果白宁冰真的因为季伯昌抛弃了王峰，现在他遭受的一切简直就是渣女的报应。之前谁说过王峰有亿万家产继承就直播吃翔的？现在可以出来吃翔了。我的风评瞬间逆转，惊！王峰真的有亿万家产要继承？白宁冰脸都被打肿了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战年明确不会和白宁冰合作，经纪公司或面临造谣赔偿。无数热搜让我和白宁冰的口碑呈现了2极分化，白宁冰人品全面崩塌。前有季伯昌直播间对他的爆料撕逼，后有我打假他的角色造谣，现在甚至一度还成为了娱乐圈的笑话，笑他分明捡了个宝，却因趋炎附势，最后一无所有，还惹来一身烧。白宁冰和他的经纪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白宁冰的工作也严重停滞。终于忍不住，白宁冰来找我了，和经纪人一起来了我的公司。风水真是轮流转，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上次解约的画面。峰哥，对不起。白宁冰眼眶红透，看上去就要哭出来了，笑死了，真以为我没在娱乐圈待过，谁会信一个戏子的眼泪？你说的很对，我一直来缠你就是对你旧情难忘，当初我之所以会和季伯昌在一起，也是他招惹我的，我被迫无奈才会和你分手。白宁冰泪眼汪汪的看着我，你能原谅我吗？不原谅，不用思索，一口拒绝。峰哥，
我发誓以后一定对你全心全意，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白宁冰深情款款，我可以作证，白宁冰和纪伯昌在一起，确实是纪伯昌耍了手段。峰哥，你就信白宁冰一次？经纪人插嘴，我又笑了，你什么人品，居然好意思来作证？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当初让白宁冰和纪伯昌炒 CP 就是你的主意？对，就是他。白宁冰连忙把矛盾转移，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同意他又怎么可能得逞？我无语道，他威胁我，如果不和纪伯昌在一起，就会停了我的所有工作，加上纪伯昌耍手段，我才被迫和纪伯昌在一起的。峰哥，你信我？白宁冰极力辩解，经纪人脸色一下就变了，大概是没想到白宁冰为了得到我的原谅，连他都可以出卖。峰哥，我真的是身不由己。白宁冰激动又真诚，你要是不喜欢我留在经纪公司，我可以马上和公司解约，以后我就陪着你，你当我的经纪人好不好？白宁冰，做人不能这么忘恩负义。经纪人怒了，这段时间为了保白宁冰，他差点和公司闹翻了，自己又花了无数血本，现在他还真的救过何拆桥了。这么多年我也给你赚了不少钱，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再说了，我早看不惯你的做事风格了，特别是这么对王峰，我本就想好了合约到期后不和你续签。经纪人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白宁冰根本不在意，又满脸深情地望着我。小峰，为了你，我真的什么都愿意。真的吗？我笑着问他。白宁冰连忙点头，他以为我会心软，那你就滚远点，以后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字一顿说得很清楚。白宁冰整张脸一下就绷不住了。王峰，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会原谅我？你凭什么觉得你做了什么我就会原谅你？我也是很好笑，你别伪装了，我们分手3年，你没有和任何人交往过，不就是在等我回心转意吗？白宁冰厚颜无耻地说道。我真的要吐了，我不恋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和他白宁冰到底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到底有多不要脸，才会说出这么恶心的话？小峰，白宁冰看我一时没说话，以为我是被说中了心思，整个人也大胆了些，上前就想要来拉我的手，我还来得及避开。白宁冰突然喊叫一声，因为他的手被人一把捏住。放开我！白宁冰看着眼前的人，脸都憋红了。沈巍将白宁冰直接推出去好远。你谁啊？白宁冰怒火冲天。小峰的未婚妻。沈巍站在我的身边，宣示着主动权。白宁冰眼眶猩红，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我。我未婚妻沈巍，沈氏集团大小姐，我们门当户对，年底就要结婚了。我看着白宁冰，无比讽刺地问道：所以你觉得我还在等你回心转意吗？白宁冰被我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宁缺毋滥。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耐不住寂寞？我继续嘲讽。王峰，当初要不是你瞒我你的家事，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白宁冰气急败坏地说道：你自己爱慕虚荣，现在怎么好意思来指责我？我真是讽刺至极。我好心维护你的自尊，你却不知感恩，现在还反咬我一口。你以为你当初怎么被资本喜欢上的？都是我在暗中帮你，不把话说明白，他还蹬鼻子上脸了。什么？白宁冰没说话。经纪人惊讶了，他不是说都是他自己谈下来的吗？还说资本只认他。我嗤笑出声，不屑回应。经纪人在娱乐圈这么多年，早就成了人精，仔细一回想就觉得不对劲儿了。白宁冰明显感觉到了危机，连忙说道：我红也是靠实力才红的，资本只是个平台而已，不说没有这个平台你能不能红，就说现在你已经塌房了，要是没有资本再捧你，你想翻身简直是天方夜谭。经纪人也不顾情面了，狠狠地说道：别说你不和我续签了，你想我也不签了。经纪人丢下这句话直接就走了，大抵也是看清了现实，我肯定是不可能再和白宁冰重归于好。白宁冰甚至还得罪了我，现在又彻底塌房，还忘恩负义，没得救了。白宁冰看经纪人离开也有些慌了，他咬牙又回头想要对我说什么，沈巍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王峰，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你要是还这么摆谱，我们之间就再也不可能了。白宁冰还想要威胁我，慢走不送，我冷漠到极致。白宁冰气急的离开，你什么眼神儿？怎么看上他的？沈巍无语，眼瞎。现在想起当年对白宁冰的种种，也跟吃了屎一样恶心。不过现在治好了，我补充。沈巍笑了，不得不承认，沈巍的身材、长相、气质、人品，白宁冰都是望尘莫及。突然有点庆幸白宁冰是个渣，否则我也遇不到沈巍了。后来白宁冰还是3番几次的来找我，刚开始还有点傲气在身，渐渐就卑微到极致了。听说是经纪公司和他解约了，他接不到一个工作，还面临大额赔偿。我当然不会心软，他一切的后果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没必要给他买单。再后来，白宁冰看我对他真的死心，也不再伪装了。他说手上有我不雅观的照片，让我拿1个亿去买。狗真的改不了吃屎，落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吸取教训，我二话不说，把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还有通话录音曝光在了媒体，并去警局备了案。白宁冰的闹剧终于结束，与之同时，换来的是他的身败名裂、人品尽失，以及和娱乐圈的彻底绝缘。年底，我和沈巍如约举行了婚礼，豪门联姻，故事王子和沈氏小姐的结合上了热搜。跟着上热搜的还有白宁冰已哭晕在厕所，年度最悲惨人物白宁冰，我被全网祝福，还收获了大批粉丝。白宁冰被全网嘲讽，好不狼狈。有粉丝在评论问我，对于白宁冰现在的下场，我满意吗？我从未想过报复他，我做的一切也不过只是在捍卫自己的生活，捍卫自己的幸福。至于他现在的下场，我在评论下回复道：与之过往，皆是过客，人生何必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人生的美好更在于保持爱的信念和勇气，向阳而生。